大家好，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手上7大富贵纹，不论男女，财运亨通走大运。手掌上有一些特殊的纹路，代表着你的财运趋势。小编为大家整理了7种手相中的富贵纹路特征，接下来具体为大家讲一下。祖臂纹位于月丘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是一个充满正义感和直性子的人，而且非常重视家庭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得家人和挚友的信赖。最重要的是容易得长辈大人的庇佑，继承祖业而发财。也就是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数都是富二代。成功线清晰深长，在手相中，成功线又被称之为太阳线，从手腕处一直向上延伸到无名指的根部，主管一个人的财运大小等。若是此条线清晰深长，则这样的人必定会拥有不少的财富，头脑聪明灵活，有贵人相助，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只要能够抓住良机，注定能够大富大贵，在事业上获得更大的发展才能，非常有可能成为富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一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手掌有痣的人一般属于吉祥的痣，代表智且富裕，人也聪明伶俐，有主见和远见，善于谋略和规划。这类人最适合做生意或者投资，对外开发财源，能发展财富和事业，会财力亨通。玉桂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前弓处，玉桂纹起于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说明你在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交际，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帮扶，尤其是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行业，必定发财无疑。在手掌中的财库，就是指手中的生命线与感情线互相交错形成的四边形与三角形样式的密闭的空间。财库越大，则代表此人拥有财富的能力也会越大，而且注定会成为有钱人。但是此处的四边形若是有缝隙，或者是开口，则这样的人天生不聚财，容易散财，有家业也存不住。星形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水星丘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头脑聪明，综合能力佳，能举一反三，而且也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同时也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手握八方财，财运好能赚钱的5种手相，看看你占几种。生活在这个物质的社会中，金钱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我们辛勤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赚大钱。想要赚大钱，不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好运气。从手相上来看，手相也可以预示一个人的财运、事业运等等。那么，哪些手相的人能赚钱发财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手相图解大全，来分析
哪些手相的人能赚大钱。水星丘红润隆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此外，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手心凹陷而不突突，把手掌摊平，手心处比较凹陷，意味着自己能聚财，有强的聚财能力，家中的财富逐步变得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成了富有之人。如果手心突突，则多开支，在生活中容易铺张浪费，所以手心凹陷而不突突的人，容易理财有方。手上有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很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手掌中多财库，若手中多财库的人，则易大富大贵。从相数学的角度分析，一般来说，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皆为财库，表示着财富。无论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太阳线清晰深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小，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假如太阳线生得清晰深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丘或者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五指看命运，你的财神原来在这儿，超级准。摊开自己的手掌，每个手指各不相同，预示着财运也各有玄机。也许你的手指上就有财神哦，虽不能日进斗金，却也可以教你理财一二。下面从手相方面解析，5只手指算命，看你财运如何。拇指，拥有厚实拇指的人，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夸大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
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与厚实的拇指正好相反，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性格具有神经质的特性。假如拇指又平又短，对于理财则会有过于谨慎守旧而变得优柔寡断的情形出现。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企图心。食指过长，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有财大气粗的性格，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节制挥霍的欲望和消费习惯是根本之道。中指是5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中指假如生得过短，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上，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假如能获利，纯属幸运；要是全盘皆输，将会从此一蹶不振。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在5根手指当中，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一看到无名指，往往会令人想到和创作天分相关的事物，所以认定它主掌一个人的才华、人缘和财富，是手相学家一致同意的。无名指长的人好赌，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这样的人将钱视为身外之物，他之所以赌钱，不是由于贪财，而是喜欢追求刺激，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小指长的人具有雄辩之才，语言表达能力极佳，而且喜欢言谈，个性上很强势。不过缺点在于言多必失，而且容易因言语得罪人，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大。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工于心计，所以固然能拥有事业和财富，但人缘也不见得好。我们有些人的手相纹路不是一条线的形状，而是2条弧状的纹路连接在一起，就像眼睛一样。比如说夫子眼，有夫子眼的人财运很好，天生就是有福之人。如果是在夫子眼的下方出现了一条横着纹路，这是好财运的象征，更是十足的好命。这条纹路就是藏宝纹。有藏宝纹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以在有财的基础上大大提升，可以说是一辈子都不用为钱而发愁，并且3宫饱满。这个人一定是财富不断的，到中年以后必定事业有成，注定成为富甲一方，上亿的资产不是问题。因为藏宝纹特别罕见，除了藏宝纹外，下面这些纹路的出现也注定使你富贵缠身。一起了解一下吧。1. 无名指上贵人纹。无名指第1指节上靠近指节线之处，要是有一条清晰的横向短纹，即为贵人纹。无名指上有此纹路，代表脾气极好，善解人意，人缘极好，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一生贵人运旺盛，走个横财大运很容易，最重要是成功在望。2.
艮宫贵人线。除了手指上有贵人纹，手掌上也有，并且贵人运更胜一筹。手掌上的贵人线位于艮宫，即生命线附近，呈弧形。手相此纹大吉大利，今生贵人运真是爆棚了。于是皆有人帮助解决，处处逢凶化吉，事业和生活都是顺顺利利，富贵逼人来。3. 玉桂纹。玉桂纹乃是由前宫出发，斜向上升，后与事业线相遇而终止的手纹。玉桂纹暗示事业上遇到贵人辅助，事业一帆风顺，蒸蒸日上，财气逼人来，最容易取得成功。4. 断掌纹。古相书上说，男儿断掌千千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这就是说明男人断掌是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价值千金。事实上，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也确实是断掌，但是也要配合其他纹路区别对待。如果两只手都是断掌，则更是难得。1. 掌丘凸起的人，就是指手心中有着明显凸起的位置，一般是位于手指根部下方，分为金星丘、木星丘、水星丘等。不同掌丘所代表的手相含义不同，但大多数都和个人有着密切关系。像是手中的金星丘和水星丘都和个人财运有关。如果这两个掌丘位置有着明显凸起的话，便意味着其人在获得偏财方面不仅机会多，而且成功率也是相当的高的。2. 掌心凹陷的人，如果手掌掌心有着明显的内凹特征的话，那么这类人获得横财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原因在于，这种内凹的掌心从外形上来看，就如同盆地一般，被称之为聚宝盆，也叫做聚财手。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聚财通常都比一般人要快。3. 财运线多条的人，对于财运线而言，往往与个人的财运收获、运气、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对于偏财运而言，也要观察财运线的手纹状况。对于财运线的位置而言，时在手掌无名指下方出现了竖向的手纹，可以称之为财运线。因此，倘若大家发现在自己的手掌上出现了多条竖直的财运线，则往往象征一个人的财富收获不仅依靠正财，同时也依靠偏财，是具有偏财命潜质的手纹特征。对于有这个特征的朋友们来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适当投资一些与偏财有关的项目，这样便会促进自身财运的发展的。人们一直认为，看相只是用来看命运的，其实看相主要是来策划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提前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才能做好预防的。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提示大家，在成功的时候需要想着会失败的，因为乐极生悲；在失败的时候，应该要想着如何的进步的；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能灰心丧气的，更需要有勇气来面对的。
接受挑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所以看相的意义在于提前知道，提前预防，提前做好准备，避开人生不必要的挫折，少走人生的冤枉路。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富贵，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了就一定能够富贵，这里面还有命运和风水的影响。这一生有没有财运，财运多大，就手中有无这2条纹，有1条都不行。一，中指比较长。中指比较长的人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是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2，手指并齐，没有缝。除了大拇指以外，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如果中间没有缝隙，即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这样的人有强的存钱能力。不管男女，他们都特别擅长理财，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精打细算，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3，钱财纹多。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4，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4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4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你与商界大佬只差这一吻，大千世界，千千万万人，好运之人其实是很少的。看现在的贫富差距就能知道。但是现在并不代表将来，毕竟中年晚年发家之人也不在少数。那么怎么看自己是不是好命之人呢？除了看自己有没有好的八字，还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掌是不是有这个掌纹，它就是比较少见的富贵掌纹，宝运纹。什么是宝运纹？在手掌中看起来像月晕的螺旋纹就是宝运纹。月为阴，主钱，因此这个掌纹主要代表金银得财。有这个掌纹的人，其财富就会像螺旋一样，一圈又一圈，源源不断。2，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非富即贵。宝运纹是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很多人都没有。但是，假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大多能够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往往可以逢凶化吉，
生活上也能家运亨通。如果为环形宝运纹，就是可封侯拜相之命；如果是铜钱状宝运纹，则家中有食有财，吃穿不愁。通常有这样掌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多，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3. 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运势亦有起伏。有宝运纹的人，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很容易有大成就，特别是在商界，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往往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着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4. 女生有宝运纹不利于婚姻，因为宝运纹利于事业，所以假如女人拥有宝运纹，其实就病极论，因为它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其实这点在生活中就有体现。一般女人事业好的人，除非男人事业更好，否则女性能力高于男性，很容易引发婚姻矛盾。虽然拥有此纹大多是好命，但是命运绝对不是一条好线就能悠着点，要综合其他掌纹观看。但是好掌纹仍旧是好运的象征，有了好的手纹，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相伴。好的线条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努力善用先天优势才是最好的做法。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发现并证实，人的掌纹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你的思想和行为一直在影响着你的掌纹，这一点有一些像相由心生。所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一生事业财运旺。你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个说法，每个人的手上有3条线：生命线、智慧线、爱情线。很多人也会偶尔拿这个开玩笑说自己的命运，但其实看手相真的能窥探到一个人的性格命途。若你拥有这几种罕见的手相，就有大福气了。1. 双重智慧线。智慧线是每个人都有的，一般来说，一个人都只有1条智慧线，但若是出现2条智慧线，就是十分罕见的手相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天生聪慧过人，学习能力强，因此事业运较旺。若是男性拥有双重智慧线，事业上会有大成就。不仅如此，在婚姻上也会有贤良的妻子相伴。若是女性拥有，也是一样的。2. 魅力线。魅力线又叫领导线，它是在手掌的大拇指下方
向手腕衍生的两条线。拥有这样手相的人，天生就拥有很好的领导能力和主导魅力，拥有很强的责任心，很会照顾人。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着这种线的人一般都很可靠，是结婚对象的佳选。要是遇到了，最好不要错过哟。3. 贵人线。贵人线顾名思义就是指有贵人相助。贵人线是在生命线的旁边有3条。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有贵人相助，遇到困难也会在贵人的帮助下很好的得到解决，可以说是那种运气好到爆的人。而拥有这个线的人会遇到好姻缘，家庭美满幸福。4. 断掌纹。我们经常听说有断掌的人打人很疼，似乎断掌也挺常见的，但实际上拥有断掌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所谓的断掌纹就是手掌上只有一条很明显的手纹，横穿整个手掌。拥有这种断掌的人性格上直来直往，做事不够圆滑，人缘交往上有欠缺。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好的事业运，而其中若是断掌纹和玉柱呈十字交叉的形状纹路，则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命。5. 川字纹。川字纹也就是指我们常说的手掌之中的智慧线、生命线、爱情线，这3条线完全不相交，而呈现出川字的形态。拥有这种罕见手相的人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工作狂，性格上独立自主，动手能力强，聪明睿智，可以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6. 凤眼纹。凤眼纹就是手的拇指关节那里有一个明显的完整的椭圆，没有断开的地方，看着像凤眼一样。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喜欢读书，头脑清晰，理解能力较强。这种手相十分难能可贵。拥有这种手相的人福运非常好，能逢凶化吉，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而且婚姻幸福，财富运强，是极为有福的手相之一。7. 手掌凹陷。把手掌摊平，若你的手掌平摊后中心凹陷，倒水还可以留有一点水在手心，那这就是掌心存水，水对应财位。也就是说，拥有这种手型的人十分聚财，福气很好，是大富大贵的命哦。8. 手掌肉厚。其实不管从手相还是面相来说，薄都不算是有福之相，厚则与之相反。如果你的手掌十分的厚，肉感很强，摸起来比较柔软，那么恭喜你，这是有福之相。
说明你的福气很好，财运绵绵。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比较宽厚温和，如果足够努力，就能事业有成，一生富贵。9. 食指无名指一样长。一般情况下，人的5根手指头是明显长短不一的。若5指之中食指和中指一样长，就是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了。这样的人极具聪明才智，也有足够的发展机遇，而且懂得审时度势，能够很好的把握机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做出一番事业，并且积累无数财富，成为富贵非凡之人。你中了几种呢？如果想了解更多手相知识，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今天就讲述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有好的建议，欢迎留言评论，下期再见。